后唐庄宗李存勖登上皇位之后，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藩镇问题。因为以前呢，他自己就是藩镇，当然不会用战略眼光看问题。现在做皇帝了，对随时都能挑战自己的藩镇，突然警觉起来。后人总说李存勖昏头了，派西子做官。可是啊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派身边人去地方做官，为啥不是向藩镇夺权呢？为将来建立集权朝廷做准备。就在李存勖准备用戏子抓权的时候，魏博牙兵出来表演了。他们在大本营魏州发动兵变，又把前来平叛的大太保李嗣源拥立为帝，最终逼得李存勖纵火自焚。李存勖啊，只是败给了历史惯性而已。然而，魏博牙兵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927年，后唐明宗李嗣源花重金收买牙将，把牙兵和家属在一夜之间斩杀干净。史书重点记载了魏博镇的命运，遍地藩镇逃不过被诛杀的结局。经过一次次淘汰，大部分藩镇在血腥屠杀中消失。五代十国中有4个朝代出自河东一脉，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都曾是李克用和李存勖的麾下。他们数十年征战平定了北方，也用屠刀铲除了藩镇，可他们自己也是藩镇，怎么办呢？只能自我净化。首先是层出不穷的叛乱。节度使安重荣曾经说过：“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耶？”意思是说，兵强马壮那就能当皇帝，哪有什么血统啊？每当心意不能被满足的时候，节度使们就起兵造反，失败不用说，兵马、妻妾、财富全部被瓜分，藩镇败落。但如果成功了呢，那就是去洛阳和汴梁当皇帝呗。其次，每次改朝换代的胜利者都会把自己的精锐军队改编为禁军，以强化首都的军事力量。李存勖称帝之后，就把河东旧部升格为禁军，还吸纳了和硕藩镇的精锐后梁禁军。李嗣源称帝之后，把自己的嫡系也编入禁军。后来的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等人，无不是自藩镇入主中枢。他们进入汴梁的同时啊，也把嫡系带入禁军，顺便接收前朝禁军。几十年后，藩镇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成为了朝廷禁军，直接导致后周末年的藩镇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正是有这样的禁军基础，才会有柴荣改造禁军的机会，也才有赵匡胤在禁军中爬升的平台。最后是成功人士都向汴梁集中。随着历次兵变和改朝换代，失败者都化作黄土，胜利者则追随皇帝进入汴梁朝廷，成为时代的佼佼者。那个时代，军人就是社会精英。当军人、军官和家属都迁徙到汴梁之后，地方上的人才也会急剧匮乏，想搞事情也拉不起队伍来。到这个时候，藩镇才算是真正被驯服。从来没有什么一蹴而就，都是时间的沉淀。柴荣时代的禁军和朝廷集合了北方的精英人才，才能成就其威名。而这一切都被赵匡胤继承。终于轮到赵匡胤上场了。